欢迎光临杂学咖啡馆，我是时间话题分享人 S。随着苹果公司新一代手机的推出 ，iPhone 又成了大家日常生活中乐意的话题。回顾过去的历史，这样一款手机是如何形成今天这个笑傲江湖的局面呢？在2007年 iPhone 推出之前，世界是诺基亚、摩托罗拉和黑莓的时代。但 iPhone 推出以后，整个世界对智能手机这4个字的理解完全不同了。人类也真正来到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，各种建立在手机上的信息、服务、App 等等，都重新塑造了我们的生活。事实上，在 iPhone 推出时所使用的众多突破性的技术和设计，其中大多数都是已经存在的，新的发明极少。这要归功于创造者乔布斯把它们巧妙地组合在了一起。比如，当时 iPhone 最惊艳的技术是多点触控，也就是我们现在习惯的用一个或者几个手指在手机屏幕上点选、滑动、放大、缩小等等。其实这个技术在20世纪80年代，硅谷的科学家就在研究。后来 IBM、微软和贝尔实验室都在这个技术上做了很多尝试，而苹果的尝试直到2004年才开始。当设计总监乔纳森·艾弗拿给乔布斯看的时候，他也非常喜欢。不过他第一个反应不是用在手机上，而是用来改变个人电脑，这就是 iPad 的早期研发。可由于当时的技术很难保证 iPad 的体积、重量，包括电池续航能力达到要求，所以乔布斯改变了主意，决定把这个技术用在手机上，这才有了今天的 iPhone 手机。尽管早期的 iPhone 有很多匪夷所思的缺陷，比如第一代的电池最多就能用1天，而且还不能拆卸，产品比较脆弱，玻璃屏幕很容易摔碎。这些缺陷直到10年之后还依然存在。还比如第一代 iPhone 连最基本最简单的复制粘贴操作都没有，简直不可思议。直到3年后2010年的 iPhone 4才正式推出，所以当时的安卓用户讽刺苹果，说苹果公司再次掀起了手机行业的重大革命，他们居然推出了复制粘贴功能。甚至当时很多科技界大佬也对 iPhone 不屑一顾，比如诺基亚的老板和工程师都嘲笑过 iPhone 可怜的电池续航能力和脆弱的抗摔能力。微软当时的 CEO 也说 iOS 系统实在太难用了，今后的手机里 90% 搭载的都会是微软的系统。但结局你已经看到了，所以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商业智慧，就是如果你的产品有点足够突出，用户其实是愿意忽略你很多不完美的地方的。iPhone 能够最终胜出，凭借的就是大量的开创性体验，比如触摸屏，比如第一次在手机端实现了电脑级别的看网页体验，比如在2008年3月推出了 App Store 应用商店，给予了成千上万的开发者在苹果的系统上开发各种软件的权利。这些 App 也大大丰富了 iPhone 的使用体验。这些体验在当时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在其他手机上是完全体验不到的。所以，虽然 iPhone 一直有很多缺陷，消费者也有各种吐槽，因为产品的优点足够突出，所以在真正掏钱的那一刻，消费者会选择那些自己更看重的东西，最终为 iPhone 带来了今天的一切成就。希望 iPhone 在今后的道路上能够继续保持创新的特质，继续美好我们的生活。这就是今天的分享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并请点赞关注这个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